想象一下，把你蒙上双眼，塞进一套重达30公斤的潜水服里，然后一把将你推入深海。你只能靠双手在冰冷刺骨的淤泥里一寸一寸地摸索，而你的氧气瓶正在无情地倒计时。这不是好莱坞惊悚电影里的桥段，而是新加坡水下搜救人员和商业潜水员每天都在面临的真实死亡盲区。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运枢纽之一，在能见度不到 0.5 米的张沂或是基堡海域，再昂贵的 4K 水下摄像头也会瞬间致盲。哪怕是军用级别的高频声呐，在这种复杂的潜水废墟中，也根本无法分辨出一根长满海蛎子的废弃钢管和一条人类手臂的区别。长久以来，在这个被称为零能见度死局的深海地狱里，人类似乎束手无策，只能拿命去填。但是今天，一款刚刚进入新加坡视野，甚至有可能彻底改写全球海事规则的黑科技，全球首创的水下触觉机器人，它做出了一个极其反常识的决定，彻底放弃视觉，选择像盲人一样纯靠摸来感知这个致命的水下世界。要理解这款机器人的伟大之处，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残酷的物理现实：为什么声呐和摄像头在新加坡海域会全部沦为废铁？众所周知，作为全球排名前3的繁忙港口，新加坡每天有数以千计的巨型货轮进出，水下基础设施的维护、海底电缆的抢修以及突发的沉船搜救极为频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从马六甲海峡到新加坡周边海域，海底的地质结构极其特殊，多为极易扬起的软泥和淤沙，加上高频的航运搅动，这里的水下能见度常年逼近于0。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市面上 90% 以上造价动辄100万的常规水下机器人，一旦下水就会立刻变成瞎子。为什么？因为物理定律死死锁住了它们的上限。首先是光学设备，在充满悬浮颗粒和浮游生物的浑水里打开大功率摄像头，光线会与水中的微粒发生强烈的丁达尔效应和漫反射。这就好比你在下着暴雨的浓雾深夜里强行打开了汽车的远光灯，结果是什么？是光线发生剧烈的散射，满屏瞬间全白，除了刺眼的白光，你什么都看不见，反而会彻底丧失方向感。那既然光穿不透，用声音可以吗？毕竟潜艇都在用声呐。理论上，声呐确实能穿透浑水，但在新加坡这种浅水区，以及内部结构错综复杂的沉船、桥墩废墟内部，声波遇到了它的死穴，严重的多径效应。简单来说，声波发射出去后，会在无数的金属舱壁、海底礁石之间来回弹射，产生无数虚假的回音相互干扰。它最终反馈到屏幕上的，只能是一个极其粗糙、模糊不清的色块轮廓。在近距离面对复杂废弃物时，声呐的低分辨率根本无法进行毫米级的精准识别。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灾难降临时，比如船只翻覆或者工人落水，新加坡民防部队也就是 SCDF 的精英蛙人，或者那些拿着高昂时薪但随时可能丧命的商业潜水员，只能被逼上绝路。他们必须冒着被暗流瞬间卷走，被水下的尖锐钢筋刺穿潜水服，甚至被巨大的沉船残骸卡住的致命风险，潜入这片盲区，用自己的双手一寸一寸，甚至带着鲜血去摸索。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残酷且充满讽刺意味的现实：人类的科技已经强大到可以把探测器精准地送上火星，可以看清几十亿光年外的黑洞，但在离我们仅仅几十米深的浑浊水下，我们依然在用人类最原始的肉身，用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去填补技术的巨大空白。那么，除了拿命去赌，去和死神抢时间，在这个零能见度的死局里，真的还有别的解法吗？既然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清，那最直接也最疯狂的破局思路，就是赋予钢铁生命，给机器装上神经。这款水下触觉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壁垒，根本不是它的钛合金外壳有多么抗压，也不是它的推进器马力有多大，而是集中在它机械臂最前端那套极其精密，甚至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仿生触觉传感器阵列。传统的水下机械臂，说白了就是一个由液压驱动，完全没有痛觉和知觉的铁钳。在零能见度下盲目作业，它就像一个失去理智的莽汉，极易夹碎脆弱的关键证据，比如黑匣子，甚至在搜救时对水下的遇险者造成骨折、穿刺等致命的2次伤害。但这款新型机器人彻底颠覆了机械的定义，
它搭载了基于最前沿柔性压组材料制成的高分子电子皮肤。当它的机械触手在水下碰到物体的那一瞬间，微观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堪称一场精密的物理学艺术。哪怕只有仅仅几克的微小压力变化，相当于一只蚊子停在你手臂上的重量，传感器内部压组材料的导电网络就会在1毫秒内发生剧烈的重组，电阻值随之发生改变。它能把极其细微的物理形变瞬间转化为高频的数字电信号。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更硬核也更让人惊叹的是它背后那套堪称水下大脑的 AI 材质识别算法。如果你以为它只是单纯的知道碰到了一个东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当机械手在冰冷的水下划过目标表面时，传感器阵列会以每秒数千次的高频实时收集3个维度的核心物理数据。第一，表面的摩擦系数，判断它是光滑的金属还是粗糙的木头。第二，局部的抗压硬度，测试它能不能被轻易捏变形。第三，材料的微观回弹曲线，感知它是否具有生物组织的弹性。这些庞大且复杂的触觉数据会被瞬间打包，通过脐带缆飞速传回水面，输入到预先经过数百万次数据训练的深度神经网络中。在短短 0.2 秒内，比人类眨眼还要快的时间里，系统就能做出极度精准的判定。当前机械手摸到的是一块长满海蛎子、坚硬且粗糙的礁石，是一根生锈且布满裂纹的金属管道，还是一具带有微弱体温、皮肤具有弹性的遇险者肉体？在完全致盲、毫无光线的水下环境里，这种将触觉彻底数据化甚至视觉化的降维打击能力，无异于给水面的搜救指挥人员开启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它不仅完美解决了目标在哪儿的致命难题，更以 99% 以上的准确率解决了目标是什么的终极拷问。不过，纸面上的数据再华丽，也终究只是理论。掌握了这种神级触觉的黑科技，当它真正被投入到新加坡暗流涌动、复杂多变的真实水域中时，究竟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它真的能代替人类直面死神吗？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最核心也最直击灵魂的问题，这款造价极其高昂、研发耗时数年的触觉机器人到底是为了拯救谁？在这个问题背后，答案其实有着令人深思的2层。第一层，毫无疑问是那些在深水绝境中苦苦挣扎的遇险者。在水下搜救的残酷法则里，有一个公认的黄金72小时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内，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伴随着生命体征的急剧衰竭。时间就是生命本身。然而，人类潜水员的肉身是有极限的，他们受限于压缩气瓶的微小容量、深水高压带来的致命减压病风险，以及极寒水温下体能的快速透支。一名顶尖的搜救潜水员单次下潜的有效作业时间往往只有可怜的几十分钟，而且每次上浮都需要经历漫长且痛苦的减压等待，否则血液中沸腾的氮气气泡会瞬间撕裂他们的血管。而这台带有神经触觉反馈的机器人完全免疫这一切物理法则的限制。它可以挂载着提供源源不断动力的脐带缆，24小时不知疲倦，不惧严寒地潜入最危险的区域。无论是在随时可能2次坍塌的沉船内部，还是在能把人瞬间撕碎的湍急暗流中进行地毯式的盲搜，它不会疲惫，不会恐惧，它是冰冷水域里最可靠的生命探测仪。但更重要，也更常被大众视野所忽视的第2层拯救，是拯救那些以命相搏、默默无闻的潜水员本身。商业潜水长久以来一直被国际劳工组织列为全球最高危的职业之一，没有之一。在新加坡这个庞大的海事帝国里，无论是 SCDF 应对突发灾难的紧急打捞，还是吉宝船厂等海事巨头每天都在进行的巨轮船体检修、海底光缆排障，每一次下水本质上都是在与死神进行一场赌注极高的俄罗斯轮盘赌。一旦在水下遇到复杂的结构坍塌，或者生命线被废弃渔网死死缠绕，在零能见度下，潜水员的生还率几乎为0。但现在有了触觉机器人，这场残酷的游戏规则被彻底改变了。当经验丰富的操作员可以安全、舒适地坐在岸上的指挥中心，或者工程船平稳的控制舱里，双手戴着带有高精度力反馈的智能手套，通过机器人的仿生手去清晰地感知深海下的每一处纹理、每一个细节时，我们就彻底切断了人类脆弱的肉身与致命高危环境的直接接触。
不仅如此，如果你跳出单纯的技术视角，站在产业观察者的高度来算一笔宏大的经济账，你会震惊于它对新加坡乃至全球海事业的战略意义。作为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全球海事枢纽，新加坡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巨型货轮、邮轮需要进行定期的水下船体检查、螺旋桨、清污和探伤。过去完全依赖人工潜水员，不仅作业效率极其低下，人力成本高昂到令人啧舌，而且作业进度严重受制于天气、洋流和海况。触觉机器人的规模化部署，将在未来1到3年内把这项传统高危作业的伤亡率无限降至为绝对的零。同时，它能凭借不知疲倦的机器特性，将检修和维护的效率提升数倍乃至10倍以上。这不仅仅是出于对生命敬畏的人道主义考量，这更是前沿科技赋予现代海事工业、赋予新加坡港口最坚不可摧的护城河与核心竞争力。从最初只能提供模糊画面的冰冷光学镜头，到如今能够精准感知软硬、细腻分辨材质的仿生触觉神经，水下机器人正在我们的见证下，经历一场从被动的旁观者到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拯救者的伟大进化。当冰冷的钢铁机器真正拥有了触觉，当它能够感知到生命的温度和材质的柔软时，它才算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敬畏，什么是拯救。屏幕前的你，如果恰好是一名曾在深海中搏击暗流的潜水员，或者你的家人、朋友正从事着高危的海事作业工作，看到这项技术的诞生，你会放心把自己的生命、把至亲的安全托付给这样一台拥有触觉的机器人吗？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深度且硬核的科技拆解，如果你也认同科技向善、敬畏生命的力量，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狠狠地点赞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